美国再遭打击，乌克兰为何阵前反悔、撤销反华联署？是另有打算，还是迫不得已？又为何说有人要狗急跳墙呢？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在当地时间24日晚发布声明，乌方重视和中国对华战略伙伴关系，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将会继续奉行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原则，所以将会在25日撤回对西方个别国家发起的反华联署。而在25日当天，乌克兰也确确实实把声明给撤回了。这一下可是惊掉了不少人下巴。乌克兰之前因为投靠美国，以至于在乌东地区和俄罗斯闹得是沸沸扬扬，所以不少人应该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毕竟当初多少人对乌克兰是恨铁不成钢，乌克兰是毫不犹豫的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身边。而如今这件事还没完，乌克兰却打算阵前反悔，掉头战中国。乌克兰这是迫不得已，还是另有打算？对于乌克兰投递的友好信号，先不管什么原因，中国肯定是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毕竟乌克兰这一走，可对美国又是一击，所以美国干脆造谣，中国用疫苗援助来威胁乌克兰，这话着实好笑。乌克兰当初愿意跟着美国与自己的强邻俄罗斯作对，不就是因为想要加入北约，顺带把顿巴斯和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吗？但是美国是怎么对乌克兰的？一面用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对心思吊着乌克兰，一面却一直不让乌克兰达到目的，甚至默认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至此，基辅这次干脆直接转向中国，不和美国玩了。毕竟中国和乌克兰当年关系也着实不错，所以对于中国的行事风格，乌克兰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比如这次乌克兰宣布要站边中国的时候，提到了2个关键词，其一，西方个别国家；其二，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乌克兰愿意选择中国，真正原因说是被美国逼的，也很是合适。所以到这里也就能看出来，这次乌克兰撤销反华联署不是迫不得已，反而是另有打算。就比如借此机会顺势脱离美国，恢复从前的邦交。毕竟现在乌克兰进是不可能再进一步的，而退一步或许乌克兰还有其他的可能，不然那只能耗死在这上面。最后，就目前对形势上看，不仅美国诸多盟友对美国不看好，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看清了现在的局势，所以这次又一国转向中国，也让美国再一次遭受打击。要知道，乌克兰和中国继续交好，那么中断的发动机技术或许也可以继续交易起来，这也很可能会让人狗急跳墙，再次对中国出手。对此，中国必须要做好随时应对的准备。还有完没完了？为污蔑中国，美国简直毫无下限。这次中国可容不得他们再撒野，实弹演习配合3声战斗警告，美国人还不赶紧闭嘴吗？我们知道，一直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绞尽了脑汁，但此前中国一直秉持着合作而非对抗的理念，对美方挑衅行为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忍让。不幸的是，美国似乎把中方的忍让当成了得寸进尺的理由，一步步地挑衅着中方的底线。如果说以前由于自身实力受限，只能选择忍耐的话，那么现如今来看，我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忍耐的必要。事前美国为对付中国编出的谎言，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于美国挑衅的下限。《华尔街日报》上一位名叫杰西·布鲁姆的科学家宣称，中国相关的研究人员曾经要求美方面删除一个早期的新冠病毒案例。显然，其说出这番话不过是想暗示世界，中国在新冠病毒上有所隐瞒，并意图将世界舆论矛头对准中国。在全世界仍然笼罩在疫情阴影的当下，美国此番造谣可谓是用心险恶。除此之外，美国甚至还怂恿欧洲盟友一道登上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法国人犀利地将美国的这些胁迫行为比作给欧洲人喂食鸦片。言外之意，欧洲盟友在美国鸦片的喂食之下，还剩下多大的对华战略自主空间呢？在看到美国接连的敌意举动后，这一次中方不再忍让，不仅做出实弹射击的准备举动，还连发3声战斗预警。据悉，今日东部战区某炮兵旅在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了一场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这次演习是以实战为背景的，在美军接连挑衅的关键时刻，我军进行这样的举动，简直是颇具深意。而除了实战行动外，我国军事专家金灿荣更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发3声战斗警告，其义正言辞地表示，中国不寻求战斗，但也不害怕战斗，更能够在必要时战斗。单单从战斗一词就能够得知这样一句话的分量，更何况是接连发出3个战斗警告，这足以震慑一切域外敌对势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现如今中国面对美国等国挑衅的唯一选择。事实证明，无论中方做出多少次的警告和制裁，美国的这种挑衅行为都不会有所收敛。他们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极限挑衅来压服中国，但是他们永远都不应该指望这种情况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除了坚决喊出战斗口号，似乎别无选择。如果美国不想承受与中国开战的代价，那么就请早点闭上嘴巴，停止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美国接连将枪口对准中国之际，美高官突然接连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起变脸最快的国家，想来美国能排第一，没有国家能排第二。如今为了与中国作对，美国不惜从中东地区大量撤出军事力量，并拉拢西方多国，企图联手围堵中国，导致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可就在这个敏感时刻，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显然180度大转变。据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近日公开表示，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或者与中国开战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对美国能够长期承受冲突的能力表示担心和质疑。对此，米利认为应该阻止中美陷入冲突。就目前来说，白宫和五角大楼要做的就是防止美国和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只保持美国和中国间的大国竞争。米利希望能够跟中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在他看来，美国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对抗下带来的后果。拜登政府当前所需要做的事是尽快跟中国回到谈判桌，维护健康的中美关系，防止与中国爆发贸易争端，给美国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自从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国内就掀起了更激进的反华浪潮。除了拜登本人以外，美国多个高官也都公开释放与中国对抗到底的信号。可随着事态的发展，怎么这些高官突然接连向中国示好？一向想遏制中国发展的美国，现在一副合作共赢才是两国正常状态，对抗是双方损失的模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分析看来，这很有可能跟近期美国经济情况有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此前刻意针对中国，导致美国 GDP 损失1080亿美元，失去24.5万个工作岗位。另外，美国5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3.9%， 预期上升 3.9%， 较前值 3.6% 小幅提高，而这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的 2%。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居民收入环比下降 2%， 仅4月份居民的收入就下降了 13.1%。如果说收入下降，恶性通胀是美国民众面临的难题，那么美国疯狂印钞失败，美元出现崩盘，就是美国政府所要面临的难题。截至24号上午，美国债务规模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 28.4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耶伦声称，美国很可能会在8月份发生债务违约，这就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即将迎来一场金融危机。或许正因如此，美国突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是想来求中国帮忙。环顾四周，美国发现只有中国的财富能够化解美国当前的危机。就美国这点小心思，我国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不过一旦中国真的帮了忙，估计美国转眼就会变脸，再次将枪口对准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我国必须要警惕，不能对其存在任何的幻想。乌克兰刚撤回反华声明，美国就琢磨如何补偿。为何说中国可能被利用了？乌克兰投诚的背后究竟有何目的？众所周知，乌克兰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在美国的忽悠之下，稀里糊涂的就站在了中俄的对立面。起初，他们因为马达西奇事件跟中国关系闹得很僵，现在又因为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与俄罗斯剑拔弩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似乎慢慢醒悟了过来。在看到美国虚伪自私的面孔之后，他们开始以实际行动来反抗美国的利用。据环球网报道称，乌克兰外交部在近日发表声明称，将撤回对西方个别国家发起的新疆人权状况联合声明的联署。对于这一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特意加班做出了回应，并表示欢迎。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只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和污蔑。而乌克兰一开始签署相关反华声明，估计只是想借此绑上美国战车，得到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的表现实在是让乌克兰寒心，因此他们才会决定突然撤销这些反华声明，以免得不到好处，还得罪了中国。那么对于乌克兰态度的转变，美国会无动于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知道，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是怂恿盟友来围堵中国。如今眼看辛苦调教的棋子突然倒向中国一边，他们当然是坐不住的。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称，美国正和德国在讨论就北溪2号项目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实质上就是想给乌克兰一些补偿，同时通过施舍一些恩惠，好让盟友能继续返回反华前线，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利己主义。不过，乌克兰这次真的会回头吗？还是说他们的投诚行为只是为了让美国做出让步，然后从中美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最后，无论乌克兰是出于何种目的的撤回反华声明，我们都要提高警惕。一方面是警惕乌克兰利用中国在中美之间来回横跳，以博得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就是提防美国在盟友倒向中国的刺激下，对中国展开更为疯狂的报复行为。因此，对于这一切，我国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陷入被动局面。